你手里那张写着白银的合约，背后可能根本没有银。每1盎司可以真正交割的实物白银，背后压着超过7盎司的纸面合约。2026年1月，日本和阿联酋的实物经销商把白银卖到130美元1盎司，而同一时刻，纽约期货只报72美元。中国从1月1日起锁上了出口的大门，全球大约 60% 到 70% 的白银供应被关在国内。伦敦和纽约之间的价差从平时几分钱扩大到2块5美元以上，银的租赁利率从正常的 0.3% 到 0.5%， 一度飙到 8%。 这些不是恐慌，这些是裂缝。今天我们一条一条拆给你看。大家好，欢迎回到浩投资，我是你们的财经搭档浩哥。我们是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频道里聊的是宏观，是结构，是常识，不卖产品，不喊单，不替你做决定。今天这一期我们不聊银价能涨到多少，我们聊一个更底层的问题，你买的银究竟是不是真的银？2026年白银市场出现了一个10几年没有出现过的画面，一边是纽约期货报价被压在一个数字上，一边是地球另一端的实物经销商用接近翻倍的价格出货。这不是1-2家店的乱报价，这是整个纸银系统和实物银市场之间的裂缝正在被全世界的买家用真金白银撬开。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会带你看清3件事：纸银系统怎么运作，谁在抢真正的银，以及哪些先行指标已经在闪红灯。坐稳，开始。一张纸7盎司银，先讲清楚什么叫纸银。你在券商 APP 上买的白银 ETF， 买的 COMEX 期货合约，买的银矿股票，买的银价挂钩理财，这些通通不是实物银，这些是合约，是纸面权利，是一个承诺。承诺谁呢？承诺有人在某个金库里替你保管着对应数量的真银。理论上一张纸对应一份银，这个系统过去几十年都运转得挺好，因为绝大多数买纸银的人从来不会真的去金库提货，他们要的是价格的涨跌，不是金属本身。但是数据不会说谎，我们看 COMEX， 也就是纽约商品交易所最新的数字，注册库存，也就是真正可以交割的实物白银，大约是7688万盎司，听起来挺多，但同一时刻市场上未平仓的期货合约对应的是 5.755亿盎司白银，你做个除法，覆盖率只有 13.4%。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1盎司真正趴在金库里可以交割的白银，背后压着超过7盎司的纸面合约。如果有 15% 以上的人同时说我不要纸了，我要实物，这个系统就会被压力测试到极限， 13.4% 已经低于历史上的压力阈值。2026年1月那一周，市场就给了一次小型演习，一周之内3345万盎司白银被从 KOMEX 提走，相当于注册库存的大约 26%， 被人一次性搬空了1/4。你需要知道的，纸银系统的覆盖率已经跌到 13.4%， 低于市场公认的 15% 的压力阈值。这不是预测，这是今天的快照，你可以做的，给你一个免费就能查的工具。打开 CME Group 官网，搜索 COMEX Silver Stocks Report， 每天更新注册库存 Register 和合格库存 Eligible， 写得明明白白。 Silver Institute 官网也每年发布 World Silver Survey， 全球供需数据全在里面，不用花1分钱。把这2个网址收藏夹存好，比看任何大 V 喊单都管用。一张纸压着7盎司银的覆盖率已经够吓人，但接下来你会发现，真正在抢实物银的根本不是散户，而是3股力量同时在挤压同一个金库。如果今天这一期对你有帮助，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吧。我们频道定期解读白银协会、世界黄金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年度报告，每次发布你都会第一时间看到。白银协会的年度供需数据就是今天这一期很多数字的底层来源。点一下订阅，不错过任何一期。3只手抢同一块银，第一只手是中国。2026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白银出口许可证制度，出口白银必须申请政府牌照，目前公开获批2026到2027年出口资格的只有44家企业。分析人士的测算是，
这一招直接把全球大约 60%到70% 的白银供应锁在了国内，这不是禁运，这是降速。但对于一个本来就在赤字的市场来说，降速等于断粮。第二只手是连续6年的供应赤字。根据 Silver Institute 的官方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市场将出现连续第6年的供应赤字，缺口大约是4630万盎司。一年的缺口看起来不算大，但你把它6年累加起来，自2021年以来，地上库存累计被掏空超过 7.6 亿盎司。7.6 亿盎司是什么概念？比 COMX 注册库存的整整10倍还要多。更关键的一个反常识数据，2026年全球白银总供应量预测会增长 1.5%， 达到 10.5 亿盎司，是近10年来最高的一年。供应在涨，但还是不够用，这说明矛盾不在供应端，而在需求端在爆炸。第三只手就是工业需求和投资需求同时上来。太阳能2014年光伏占白银工业需求大约 11%， 到2024年这个比例飙到 29%。 国际能源署预测2026年全球太阳能装机将超过500吉瓦，光这一项的银需求就超过1亿盎司，相当于全球年产量的大约 10%。 电动车每一辆 EV 含银25到50克，比燃油车多。预计到2027年，电动车将超过燃油车，成为汽车行业最大的白银消耗源头。 AI 数据中心2000年全球 IT 电力容量大约是 0.93 吉瓦，到2025年接近50吉瓦，25年增长了大约53倍。每一个数据中心的电源、连接器、散热系统里都有白银。再加上实物投资端，2026年实物白银投资预测增长 20%， 达到 2.27 亿盎司，3年新高。银币、银条需求预测增长 18%。 工业要银、绿色转型要银、AI 要银，散户也开始抢银，三只手抓同一块金属。你需要知道的，供应赤字已经是第6年，但这一次叠加了中国出口锁门和3重工业需求爆炸，性质比前几年更复杂。你可以做的，给你一个判断方法。每次有人跟你聊白银的时候，你问3个问题，他说的是纸银还是实物，他用的是哪一年的供需数据，他有没有把中国出口许可证这条变量算进去。这3个问题问完， 90% 的白银分析会原形毕露。三只手在抢，纸银系统覆盖率只有 13.4%， 听起来已经很紧，但市场上还有几盏更早亮起来的信号灯，他们在告诉我们，压力已经从地下冒出地面了。4盏灯已经亮了。我不做市场判断，我只把已经发生的事实摆给你看。市场上有4盏灯正在亮。第一盏灯，伦敦和纽约的价差。正常情况下， LBMA 现货和 EOMX 期货之间的价差是几分钱，因为2个市场之间有套利者在两头跑。但2026年初，这个价差扩大到了$2.5以上。$2.5是什么意思？意味着套利者要么搬不动银，要么不敢搬银，物理流动出现了堵塞。第二盏灯，上海实物溢价。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物白银长期高于 LBMA， 现货和 COMEX 期货大约 12% 到 13%。 这不是一天2天，这是结构性的。东方实物市场和西方纸面市场之间价差被永久性的撑开了。第三盏灯，日本和阿联酋的实物零售价。2026年1月初 COMX 银期货报价大约$72一盎司，但同一时刻，日本和阿联酋的实物经销商售价高达$130一盎司，溢价大约 80%。 这种数字平时根本不可能出现。这告诉我们，亚洲和中东的真实买家已经不接受纸银报价了。第四盏灯，银的租赁利率。银租赁利率简单说就是借1盎司银要付的成本，正常年份是 0.3% 到 0.5%。 2026年1月，这个利率一度飙到 8%，10几倍的跳升。租赁利率暴涨意味着市场上现货银不够用了，谁都不想借出去。4盏灯价差扩大，上海溢价、零售翻倍，租赁飙升，同时亮起来。这不是预测，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库存的背景再补充一句
COMEX 注册库存自2020年以来下降了大约 70%，LBMA 金库持有量下降了大约 40%， 地上的银肉眼可见的在变少。你需要知道的这4个指标，价差、溢价、零售价、断裂、租赁利率，是先行指标，不是滞后指标。它们亮的时候意味着压力已经在系统里，而不是将来可能发生。你可以做的，我不替你做任何决定，但我给你一份裂缝信号灯自查清单，你自己每周花10分钟跑一遍。第一，查 COMX 注册库存覆盖率，看是高于还是低于 15% 的压力线。第二，查 LBMA 和 COMX 的现货减期货价差，看是几分钱还是几美元。第三，查银租赁利率，看是停留在0点几还是已经跳到几个百分点。这3个数据全部都是公开免费的， CME 官网、LBMA 官网、Kitco 都有。把这3个数字看懂，你对白银市场的理解就比 90% 在评论区喊单的人都要深。看完这期视频，你可以做3件事。第一，搞清楚你手里的白银资产到底是纸还是物。打开你的券商账户，把每一笔白银相关的持仓打开，看清楚它是 ETF、是期货、是矿股还是实物，做一个清单。这一步不需要花1分钱，但 80% 的人从来没做过。第二，建立你自己的白银仪表盘，把 CME 的 COMEX 库存报告、Silver Institute 的年度供需报告、LBMA 的价差数据3个网址收藏起来，每周看一次。记住，你看的是结构，不是价格。第三，把今天讲的3件事写在一张便签上，纸银覆盖率 13.4%， 累计赤字超过 7.6 亿盎司，4盏信号灯同时亮。下次有人跟你聊白银的时候，先看他知不知道这3个事实。如果不知道，他聊的是情绪，不是市场。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点个赞，按个订阅，打开小铃铛。下一期我们会继续拆宏观，拆结构，拆那些没人愿意慢下来跟你讲清楚的事。我们频道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年度报告，想第一时间看到深度解读，点一下订阅，不错过任何一期。评论区留下一个问题，你手里现在持有的白银资产是纸还是实物？看完这一期，你最意外的是哪一个数据？我每条都会看。本视频仅供信息分享与教育用途，不构成任何买卖建议、投资邀约或个性化金融建议。好投资是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但本期内容并未针对您个人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投资有风险，过往数据不代表未来表现。请在做出任何决策前，咨询您本人的持牌金融顾问。我是浩哥，我们下期见。